好久没有穿这种短裙了，然后好久没有。OK， 我们现在在10号酒吧他们是8点半开始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会采访几支乐队。这个酒吧呢，最近呢是特别火，就是因为他们的主理人参加过那个乐队的夏天那个综艺。这个酒吧呢，在北京呢特别出名，因为它给很多一些没有出名的地下摇滚乐队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、非常棒的一个演出现场的一个环境。我们是第一个进来，就这么大，特别小，10平米。应该扩建一下，扩个4层楼的，这人太多了。首先介绍一下你的乐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念青，我们是叫 The Beauty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白皮书乐队。现在不固定，就人多的话就挣得多点儿。钱这个不好说，对，看人数。不一定，就是有时候会挣，有时候持平这样子，有时候可能会赔一些，对。本职工作者。我是做编曲的。我是做 UI 手游 UI。我是做架子鼓老师。我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小编。我是程序员。我是见习程序员，马上要成为全职程序员。我平时就是教学生打鼓。现在是当一个酒吧的吧员嘛。我很便宜，5日分，4、5千左右吧，1万多块钱吧。啊，吉他本身200块钱，拾音器是700、800，我自己改的，加起来不超过1000。鲁芬啊。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山东产很多琴厂都在山东。我知道，我在山东上的大学，我深有感触。潍坊的吉他特别牛逼。你的吉他是中国造的还是国外的？我的吉他确实不是山东造的。为什么买山东吉他？因为吧，它确实质量达不到作为一个乐手的要求。大家都知道我是鲁琴的代言人，真的我会给大家推荐。第一，鲁琴呢也有便宜的、贵的和一般的，就很简单。如果你花300块钱买一把吉他，你要求他出3000块钱的声，然后他没有出这个声，你骂他这个琴太烂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是你的问题。那如果你能花2000块钱买一把2000的真正的2000的鲁琴，真的是非常好的。我觉得做工啊、性价比什么都非常好。芬达也很贵 ，Gibson 也很贵，伊普风甚至 Square 都要1000多块钱。但是很多人可能他入门他只想花200-300，但最起码这些便宜的琴给了这些人机会。还是那句话，贵的不一定好，但是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。Hello， 各位股东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军。今天呢，是我们一期伟大的制造。那这一期呢，我们拍摄的主题是吉他的制造基地。特别有趣的是，中国呢有好几个城市都在做吉他，比如像广州啊，好像贵州也有。最有趣的呢是山东潍坊有一个叫昌岳县唐务镇的一个小镇。这个小镇呢，在中国呢是做吉他非常出名的一个小镇。这个镇子里面做吉他的一些工人呢，全部都是农民。没错。他们很多都是种地的一些大叔大妈们在做吉他。这期呢，我们主要想去了解一下山东这个小镇子到底是怎么生产吉他的。
偷车了，我跟你说，有人要来抓你了。我们村就这样，两边一排树，然后到处都是。这是什么木头啊？这个杨木的。杨木。对。就主要就是这一种木材吗？对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榆木的，但是它价格比较贵，暂时。榆木价格比较贵。对。开模是吧？这感觉要会画画啊。中档以上的切，一只不是大批量的。那边那个就是光干大批量的，就是订单是1000、2000、3000，光干那多的，都是客户定制的。你写过了，咱们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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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都是，客户的。你写过了，咱们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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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有点。你工资会高一点吗？还不够，不如他们几件这个。96年开始做，现在不是19年吗？23年了吧？造型就跟，然后随便可以设计了，设计什么类型都行啊。怎么给你，反正你得弹吉他，你的那个音你能找着是吧？数控机床。做这个脚。对，他要把它的外形，然后给它。定制琴，定制一把得多少钱？2000多。这都是用模具做的是吗？数控。对。啊，那这个厉害，就完全不用手去雕它。不用。跟做烤鸭似的。水膜。蘸着水。然后就是光滑。这穿你在干嘛？这是哪个部分呢？这就是情境，原始的部分。开美颜滤镜了吧？这把蝎子吉他，酷。这个离琴弦近一点，声音要更好一些。怎么判断这个音准不准？这里有一个调音表。这个调音表。转个话，看见了没有？这个准了。看见了没有？它就不准，它不对应。对。你会弹吗？不会。
失真状态。哎，这种失真就是主要用来那个弹奏那个重金属。那你在学调音还得了解各种音乐曲风啥的。当然了。哇，对对。你会弹吉他吗？我不太会。不太会，会一点。也要不秀一段吗？秀一段就不盯那个人了。你有哪些歌可以是你比较喜欢听的？我一般就是像红辣椒乐队啊。红辣椒乐队，最喜欢红辣椒哪个歌？ Don't forget me 是吧？那个头像，就是那个红辣椒乐队那个贝斯手啊。你特别喜欢那个贝斯手是吧？对啊。你是哎，对，这就是那贝斯手，就是他那这就是那贝斯。你觉得贝斯手很牛逼的？因为贝斯我一窍不通，我感觉那个东西很神奇啊。对啊，工厂过星期天啊，他们大部分都回家，我们几个有时偶尔的时候，有时候留在那儿。我拿一个破烧，拿几个破烧，然后有一个弹木吉他的，还有一个弹电吉他的，这样很嗨啊！电吉他怎么分辨好坏啊？因为我们很多观众是不太懂乐器的。琴声、材质，对，这一般材质都是木材是吧？对。最差的是什么木头？梧桐木。梧桐木最差。跟白杨木一般都是初学者。我们国家的一般都是做低端一点的。桐木、白杨木、榆木。国外的比较好的一般是什么材料？漆木跟白蜡木。这一块的木材一般会比较好一点。这一块一般用什么木材？玫瑰木跟乌木。乌木也都是国外的。国外的。这块木头跟这个音质有直接的关系嘛？所以木材好一点，它这个音质才会好一点。对，这个意思吧？一般说那种吉他特别贵的，他们是贵在哪呀？那就是做工跟配件了。琴弦、拾音器，这个拉线板，是吧？旋钮。这些好的话能会什么样的？我看都金属的，这个有什么好不好的？那有国产的，有进口的嘛。这个它不容易跑弦，进口的。不容易跑弦。稳定，放在那儿时间长了不跑音。拾音器这里面是电子是吧？电子产品的。铜线的。铜线。铜丝缠的。就是现在我们国内除了木材这块达不到，技术我们能达到吗？技术现在没问题。就是跟国外比的话，技术现在应该都没问题了。都没问题了。下班了啊，再看吧。中午吃什么？路边上买点吧，买点现成的，这样比较快的。我们现在来尝一尝潍坊的特色菜朝天锅。我们卷一个纯的，转一个那个。为啥叫朝天锅呢？因为它的锅是朝着天的，所以叫朝天锅。这家的锅其实都是朝天的。很多人以为这个是火锅。它春饼。类似于春饼这个形式，然后就把各种东西卷了在里边放在一起哈。是汤。这个汤就是猪头肉的汤是吧？这个是猪肉汤。一箱里面几个鸡吧？你们是带音箱的？好的。哇，这个太帅了！国外的摇滚乐队会经常用这种啊。哇，这个好重啊！我的天。这个可以，这个有意思。我能弹一下吗？插戴耳机，自己弹自己的，不要吵人。你去出差，或者是大学生在寝室里，在宿舍里，都吵不到人家，而且你自己弹的还特别好。这个零售的话要多少钱？在国内我们现在推这一款在699，就说论品牌的话，就咱们一般中国人就是给国外代加工，自己推自己的品牌的特别少，在国内也不好推。有什么难度？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是认品牌的，
他不认，你做多少他都不认。对，他们就你像咱们穿鞋子就愿意穿耐克、阿迪达斯之类的，中国的鞋子，但是都是咱们中国人做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质量各方面都没问题，但是他这个消费者就是觉得心里觉得这个这个品牌特别重要，实际上是质量是一样的。现在这整个这个昌岳县大概有多少家做吉他的厂呢？80多家呢。每年大概能产多少吉他？昌岳县的话，整个昌岳县。那上百万只吧。100万只。在国内的话，整个这个占比能占多少？在国内，咱们山东建声乐器产业的话，占比例要占差不多有一半左右，因为就是到广州那边大部分都是民谣的嘛，电吉他做的少，电吉他一般就是在咱们这个山东这边做。现在做品牌的话，你们觉得难的地方在哪？应该说很多就是国内的，它这个没有大的这个批发商，这是零售，对，零售太零散，对。国外的人家都有大的批发商，然后批发过去之后，一个集装箱发过去，他们再零售给各个琴行啊之类的。中国没有，中国都是琴行里跟你联系，然后一个月几只的。琴行量少是吧？它量少啊，量少你就增加了这个工厂的这个难度。OK，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伟大制造。我们呢这一次呢依然是希望能帮工厂卖点吉他啊，他们呢有卖吉他，有卖贝斯，反正就主要是2种。然后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，可以看评论区。老规矩，我们抽奖，抽1位吧，抽1个小伙伴，然后我们送一把昌乐县的吉他。OK， 有需要的可以来我们评论区有购买链接。我们现在有个人才有奖，叫你回来洗。